大家好，今天这出戏精彩到让人瞠目结舌。你以为的主角其实只是棋子，你以为的对手其实早就被收编。一场看似人事大地震的调动，背后竟然是20多年旧账的大翻盘。当两个扬威耀武的新副总在办公室里面得意忘形的时候，有没有人察觉这一切的布局其实早就落在某个女人的手掌心？但她是谁？又为何选在这个时候下手？从一纸升迁令开始的风暴，看似慷慨，实则杀机重重。真相还远没有揭晓。泰格集团的办公室里面，最近风声鹤唳，气氛诡异得很。两位新副总一声令下，就把过去得势的肖丽美和陈义凯给请出了集团大门。这一来一往之间，好像只有权力更替，但偏偏有些人笑得太快，也有些人走得太安静。陈千金和杨克凡这对新贵原本不怎么起眼，突然要升高位，还口出狂言，连话里面的酸味都盖不住那股报复感。但为什么是他们？谁称他们上位？更重要的是，被踢走的那对组合真的这么无力反击吗？还是我们知道些什么才选择沉默？一切都要从一个名字说起，张梦婷。说起张梦婷，这位昔日的好运来小组的幕后女将，一直给人隐忍但不简单的感觉。但她不高调，却从不缺席；他不插手，却总在最后时刻出声。现在这两位副总的上位风波，竟然和他脱不开关系。而杨克凡这位看似为人正直，其实多情又有点冲动的男人，又为什么在张梦婷面前一次次像飞蛾扑火？是情是债，还是更深的秘密牵连？有人说，爱情是最容易让人失智的毒药，而杨克凡喝得比谁都猛。但张梦婷的如意算盘又怎么打的？他要的是权力，还是替天行道？这对陈千金和杨克凡其实也不是什么天选之人，他们的背后的推手是泰格集团现任总经理陈小刚，也就是王灿饰演的那一位精于算计、擅长布局的男人。他提拔二人，不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派系，还很可能是为了让某些烂账有地方收尾。特别是那一笔尘封20多年的旧债，因为据传陈千金和杨克凡年轻的时候曾参与过一场诈骗母子党的计划，长期假冒善意基金会收款，涉案金额惊人。那段黑历史没有几个人知道，但张梦婷他知道，而且他手上似乎还握有证据。那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动手？真的直到现在才让两个人上位再推翻，是时机成熟，还是他在等对方自爆？回顾近几年《好运来》这部剧当中，最精彩的桥段往往都藏在最不起眼的细节里面。像先前的王满娇饰演的角色，用一封匿名信撼动整个集团；又比如陈妍希在其他的剧中以机场疑云挑动观众的情绪，最后反转身份成为了爆料者。这种设计不单是为了戏剧效果，更是对观众的心理的一种试探。你是否已经习惯于被表象欺骗？你是否还能看穿人心里面的灰色地带呢？而这一次副总风暴会不会只是烟幕弹？还是真正的大鱼根本还没有浮出水面？你知道吗？其实在世界的影视圈里面，升职风暴跟黑历史翻案这种剧情早就屡见不鲜。像是美剧的《权力的游戏》里面，培提尔贝里奇也是靠一连串操作让自己节节高升，但最终死在自己布下的陷阱当中。在韩剧《秘密森林》当中，副检察官看似刚正不阿，背后却藏着无数不可告人的罪行，观众直到最后一集才恍然大悟。而在我们华语区的经典剧集《流金岁月》当中，女主靠着冷静跟洞察，从边缘人成为了幕后的操盘手，也正是知人识心的力量。那么这一次好运来张梦婷的局，是她学来的，还是她亲手打造的呢？讲到这里，我们换个口气来。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肖丽美，明明是被扫地出门的角色，却能够淡定地收拾东西，眼神当中还带点"我就看你们闹"的冷静，那这背后是什么自信？还记得他有一次面对杨克凡的时候，突然说出了那一句"你还欠我一句对不起"，一句话没有说完，杨克凡就愣住了。这不是情商，这是威胁。而陈义凯嘴上虽然说无所谓，但回头就把公司的资料全数备份，还藏进了 USB。你以为他是顺从，其实他也是早有准备。这群人当中，表面风平浪静，其实各怀鬼胎，谁也不是省油的灯。但最懂得收网的人是谁？最终真相终于揭晓。这场人事调动其实是张梦婷布局多年的一步棋，他早就掌握了陈前金和杨克凡曾经参与诈骗母子党的证据，甚至连账户往来、收款画面、受害者名单全都一应俱全。这些证据他原本不打算公诸于世，他只想用来牵制他们，确保集团内部不再有人心作乱。但他没有想到，陈前金竟然自以为掌控全局，试图拉帮结派，架空董事会，甚至私下谋划，让集团的资金流入自己设的空壳公司。这一下踩到了他的底线，于是他将证据交给了监察委员会，并且在内部匿名发布录音档，让整个泰格集团一夜风云变色。杨克凡原本还想救活，结果却在董事会上面听到了那一段录音里面的声音，正是他自己。你放心，这笔钱走慈善账户，根本没人查。全场鸦雀无声，而张梦婷则是面无表情的坐在最后一排，她什么也没有说，却说尽了一切。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第一，升官不等于安全，位置越高，摔下来越痛。第二，旧账总有一天会翻新，不是没有人记得，只是还没出手。第三，别小看任何一个沉默的人，他可能是观察的最清楚的那一位。古诗一首总结今天这一段惊天动魄的故事：谁言副总长风雷，枕边往事有余味。螳螂捕蝉，张巧记，一指翻盘夜色回。如果你也喜欢这一种反转悬疑又带点人性观察的故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跨界茶话间，我们下集会带来更精彩的内容。我是阿峰，祝大家平安快乐吉祥，我们下次见。大家好，我是阿峰。50岁可能很多人想着退，而我只能拼。我用这个频道努力为大家讲出世界的真话，冷暖人情，人生百态，从写稿拍摄到剪辑，每一支视频我都自己扛，只希望对得起每一位愿意停下来听我说话的你。如果你愿意支持我继续讲下去，请加入会员频道，和我一起守住这份坚持。会员朋友可以享有抢先观看新视频、幕后花絮、点名感谢上榜机会，每月会员专属直播互动，一杯咖啡的价格就是我继续走下去的动力。请点击下方加入会员，让跨界茶话间不只是我的坚持，也成为你的选择。谢谢你，我们会员专区见。